你的朋友是很不错，可惜有点毛躁。但你不一样，冷静、聪明。不如加入我的麾下，替我办事，离开南部大人馆。张先生身边能人这么多，要我一个摊子做什么呀？连苍蝇都不能打。倒是你，我觉得你遇上了很大的麻烦。我向来是别人的麻烦，敢招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次也是一样。张先生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我已经不是大案馆的人了，我只是不喜欢有人打扰我清静的生活。我那位朋友跟你很像，都很强，但是再强的人，也有可能死在强这件事情上。是要动手了吧？是黄昏草毒，毒草事件和杀你的人有关系。海龙有没有危险？果然是这样，他们的目标是这。还笑呢？小仔，到了，下车吧。在这等我会儿，我去给你拿个座儿。这怎么回事啊？放心啊，他没中毒。我专门在城外守了3天，身上消毒啊、洗澡都处理过了。这种毒你我都熟，如果要是中毒的话，3天之内肯定会出现溃烂。坐吧。张海潇，叫虾叔。虾叔，你给后辈取名字用平辈的字。师傅说了，流落海外的可以用海字辈儿，以示疏离漂泊。可了吧？疏离漂泊。我叫张海霞，侠客的侠。他叫张海楼，楼宇的楼。小楼一夜听春雨，咸阳游侠多少年。这是一句诗吗？我让你给人家删。好。为了欢迎海椒，今天吃火锅。谢谢虾叔。谢谢虾叔。
昏草最早就是在这3个村子同时爆发，而且这3个村子里，中毒的第一个人都是在7月的第1周搭乘从下城到巴莱的南安号。下城的新闻我查过了，没有人中了黄昏草毒，也就是说，这3个人肯定是在船上中的毒。你可以再仔细看看这3个村子的位置，刚好平均分布在徐城。我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找到这3个人，让他们携带黄昏草毒同时回到村子，这样毒草蔓延的速度就能达到最快。如果这次的事也是当年挖黄昏草的军阀所为，那他们的人很可能就在南安号上。既然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南安号，要不要上船查查？什么时候再靠岸？下周。南安号是开往下城的，你如果要去查岸，就一定要查全程，到了下城再下船。南安号的船票很贵，就算是底舱单程票，我们的钱也只够买1张的，而且到时候你回来也得是1年以后了，对吗？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已经想过了，把这卖了，咱们就能买2张票一块回下城，而且还能以查案的方式回下城，绝对不算逃兵。卖档案馆，亏你想得出来啊！怎么了呢？你要不然干脆把我给卖了，好吧？大哥，这儿荒废3年了，都是身外之物，总得先替活人考虑吧。你回去查查封路为什么没有到，顺便看看师傅。如果南部档案馆没了，你就别回来了。给我发个电报，咱们就此别过。绝对不可能，说好一块回去的，我一个人回去多尴尬呀！而且钱是我们俩的，有你一份。我决定了，我不回去了。你替我回去，没必要陪我耗死在这儿。算了，我还是先查那3个村子吧。也许你说的对，这样咱俩都不用回下城了，挺好。海龙，你的路还很长，你要继续往前走了。等回到下城之后找到师傅，他那么厉害，你这腿肯定能治好。这么快就投诚了，也不讲谁带你回来的。夏叔说，你特别想回下城，心里有想做的事儿，很不容易，他很羡慕你。所以你们就要赶我走？你不是说，你把我带回来，就是要把夏叔当亲爹伺候吗？我会照顾好夏叔的，你可以放心离开。是张海霞叫你这么说的？这也是我自己的想法呀。以后就是我跟夏叔相依为命，我们会努力做生意，等存够了钱，就来下城和你团聚。你大可以放心离去，没你死不了的。
张小霞，你这样有意思吗？你没死啊？被踢出档案馆，你还有脸到这儿来？是我送你进大牢，还是你自己进去？不要轻举妄动。叫张瑞普先生，按辈分来，他还是师傅的长辈。听说你们在查黄昏草的事情，我特意来帮忙。好久不见。平民高手，还真的是平民。张先生要打要杀随你，何必奚落我们呀？我是觉得你们精神可嘉，都穷成这样了，还跟着档案馆混。哦，其实你们第一次在那个盐碱湖下出现时，我就已经查到你们了。但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素质啊，死生抓不了我，所以没把你们灭了，免得南部档案馆换了几个靠谱的来。我在虚城不得安宁，结果不负众望，你们比我预期的还要无能。其实我们上次是去查协商案的，坑你只是顺带的。哦，对了，这次的黄昏草毒案，你们了解多少？不要浪费我时间，张海老。黄昏草已经几百年没出现过了，这次虚城突然爆发黄昏草，你却能在死尸堆里活着回来。据我所知，只有接触过黄昏草的人，才有可能在体内产生生物间屏障。你是怎么接触到的？你的这位兄弟因你残疾，你照顾到现在，是不是有些疲倦了？如果有个意外，比如我帮你杀了他，是不是你的人生就会轻松一些？既然你是档案馆的人，应该知道档案馆的规矩。南部档案馆的规矩向来是，不该说的话，即使至亲之人死在自己的面前，也不会说。你拿这个威胁我怎么成呢？人你留着吧，我告辞了。张瑞普，真是感人呐，羡慕。那我就可以逼供了。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开始往下捏碎他的脊椎骨，你晚回答1分钟，
我就多捏碎一块。现在他说有感觉，7分钟之后，他除了脑袋能动，啊，不对，他应该只有脑袋能动了。今天天不错啊，哪天不都一样吗？长没长眼睛啊？不好意思啊。张先生，你还上不上船了？帮我转告一下张瑞普，他最好对待我兄弟，也像对我一样大方。我们也只是做事的，张瑞普先生大不大方，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还是动作快点吧。来检查一下。Buddy, a moment. Oh, sorry. 你好，张先生，您是张瑞普先生的侄子张海楼先生吗？我是专门来服务您的。哦。所以他让我查的事儿你都知道？当然，我会用尽一切办法协助你。你先跟我说说这艘船的情况吧。南安号在这条航线上，那可是妥妥的巨无霸。这船容量非常大，至少能容纳1500名乘客，光乘务人员就有437人。和别的船一样，它的舱位也分3等：头等舱、2等舱和3等舱。本质上来讲，头等舱和2等舱之间是可以互通的，但是3等舱就不一样了。它的活动区域比较封闭，大海会让人变得疯狂。这些人在岸上的时候规规矩矩，到了这儿就什么都放得开了。这样不会得病吗？船上有配备船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们看。 3等舱的人也治？那是当然。舱怎么写呀？我一下忘了。你之前有听说过这艘船上有黄昏草中毒的人吗？从来没听说过船上有人中毒。好，谢谢。这奇了怪，张瑞普说，黄昏草毒是从南安号上下去的，但南安号上却没有人中毒。那就有待您调查了。 你在船上有没有见过军阀或者士兵穿着这样的制服的，配的都是上等的洋枪？这么多东西，这些和我要找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雇佣兵，在岸上的时候，他们的模样很像你形容的军阀。不过现在上了船，肯定换了便装。他们带的那些行李，里面都是冲锋枪。Move it, move it。 他们是你要找的人吗？张先生，这思考吗？那是船东的女儿，董小姐，我们的少东家。这次从其他地方驻留巴莱，然后再坐自家的船回到下城，托他的福，船上的食物都是从巴莱海运仓库里运上来的欧洲酒和腌肉。他跟那些白人是朋友？ 那当然了，不然华尔纳先生怎么可能带火枪上船？怎么了？
小姐看上去挺不好惹的。我们都怕她。哎，你可千万别去惹她。你说，如果我控制了她，是不是就相当于间接控制了整艘船？这样查案会不会快很多？你要干什么？劫船？你疯了你！We have a tail, left side. “如果是现在，肯定不会劫船，得想办法利用董小姐的权力，在船上找散播黄昏草的人。” Hey bro, maybe you're in the wrong seat. 董小姐，你现在有重大危险，但是我可以帮你。You're Stone. Would you like me to throw him off? With your skills, Mr. Hudson, you may not be able to throw him overboard. Plus, he's a first-class passenger. See about it. 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话吧。董小姐，你一看就属于那种不爱抛头露面、性格特别低调的人。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在这艘船上应该有特别贵重的东西想要运回下城吧？哼，看来我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坐自家的船，并且暗中准备了这么多的人手来保护你。哼，实不相瞒，其实以上不是我的猜测，而是我在岸上的一个小酒馆，正好听到有一群人在谋划着要劫持这些贵重的东西。但是不用担心，因为这些人的模样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然后呢？然后出于我的职业操守和我嫉恶如仇的性格，我决定帮你。董小姐，别走大运了，我可以保护你。好，我来介绍。表面上看，我只是一个头等舱的乘客，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巡警。只不过我这次出行有些仓促，所以可能会需要。所以你需要借我的人，还要我给你广开通道，方便你行事，对吗？董小姐果然聪慧。恕我直言，虽然你这次准备了这么多的人手，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不够。你大可以放心，作为一个职业的巡警，是从来不会撒谎的。更何况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万一我说的是真的呢？你现在说的言之凿凿的，那如果你到时候没有找到人，你又会怎么解释这件事呢？哼，万一没有找到人的话，那我只能自罚3杯。毕竟这不是我的问题，那只可能是我听明白酒馆。听明白，你就是想利用这个借口让我给你特权，好方便你在船上调查你自己想调查的事情，对吗？董小姐，其实不管你是什么目的，秉着航运中安全优先的原则，我会给你这个特权。但我只给你2天的时间，2天之后船开之前，如果你没有找到这几个人，那么我就要行使我船东的权利，
以严重扰乱船上公共治安为由逮捕你，并且送你去下城坐牢。如果你拒捕的话，我会准许我的人当场击毙你。敢不敢答应？10秒钟回答我。我答应。那如果我把那些人都找到了呢？你先找到再说吧，斯蒂文。他会跟着你，帮你疏通关系。你将在这艘船上畅通无阻，做什么都可以。这董小姐怎么感觉有点东西？我是董小姐的随队医生，也是南阳第一快枪手。怎么称呼你？巧了，我是南阳第一快刀手。哎，咱们可以切磋切磋呀，就拿。果然够快。So fast, but being too fast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我姓张，我感觉咱们很合。接下来几天应该会。张先生，我先回房间收拾一下。1个小时后，我们在这里会合。我会正式开始计时，在48个小时内，你就必须找到你说的那群匪徒，不然。有点东西。Stephen, Mr. Warner said we cannot let anything and anyone delays Nangan's departure, including that voice-changing witch. Escorting Miss Stone is not a real objective, so don't take her words to heart. Understood. Also, that man isn't important. You can let him be from now. But if he tries to interfere with what does anything out of line, you just kill him.走那条路，这条路太窄了，我不喜欢。我在绑架你，你倒是不见外啊！不用烦心，这些苍蝇已经围着我转很久了。我这人打苍蝇很在行。我在霸龙珠住了10年，哪条路更近我更清楚。况且我的身体也受不了颠簸，包容一下。我来。你的朋友是很不错，可惜有点毛躁。但你不一样，冷静、聪明，不如加入我的麾下，替我办事，离开南部档案馆。张先生身边能人这么多，要我一个摊子做什么呀？连苍蝇都不能打。倒是你，我觉得你遇上了很大的麻烦。我向来是别人的麻烦，敢招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次也是一样。张先生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我已经不是档案馆的人了，我只是不喜欢有人打扰我清静的生活。我那位朋友跟你很像，都很强，但是再强的人，也有可能死在强这件事情上。是要动手了吧？是黄昏草毒。
还能有没有危险？果然是这样，他们的目标是这。太像了。就这个床。难道宋才在用苍蝇传播黄昏草毒？苍蝇呢？苍蝇早扔了。啊？那什么，你们慢慢看，我先走了。您知道，一张南2号头等舱的船票，可以领普通人3年的薪水吗？张先生哪儿高就，能买得起这么贵的票？我就是个败家子儿。有个有钱的叔叔。换我问你个问题：苍蝇可以传播细菌，对吧？对。那苍蝇可以被人操控吗？比如说被某人故意的放在特定的区域，让它按照这个路线去传播？不能。为什么？哼，我从来没有见过能驯苍蝇的人。苍蝇飞行轨迹是无法被正确的预测。如果有细菌通过它传播，那一定是大范围的、不可控的散播，绝不可能只存在于局部的区域。哼，算你有常识。难道宋才真不是凶手？这苍蝇也没法通过训练去定向传播3个村子吧？接下来换我问问题：这苍蝇跟你查的真案有关系吗？NP。你会拉丁文？这个是巴莱当地的一个常用语，原意是埃及女王给海伦的一种药水。这个词在巴莱还有另外一种意思，是一种植物——猪笼草。可是猪笼草代表什么呢？苍蝇和猪笼草又有什么关系呢？苍蝇应该是从前面通道飞过来的吧？这里发生过厮杀。
I want to see what the hell you are up to. 邪神祖庭怎么会在南安号的底舱？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那个大的邪神呢？我是南部档案夏城总部的张四爷。原来是你啊！当年居然没死透，爬到这儿才死的。我算是知道当年张瑞普为什么能活着出去了。原来是从这个洞逃出去的。答案就在这个洞里，咱们进去看看。我们进这个洞里会发生什么？帮我保管一下。能。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啊？我3岁以后再也没有哭过。我敢保证，你下一次哭是在30分钟之后。我会。接下来的事情会很可怕。走吧，我们一起去查案。好气生气了！这杯去啊！我吃的很黏，加一下盐盐。有这么好的东西，你不给我来点儿？别抽了，烟味会影响我的判断。我先替你保管。有人，那有鬼下手，准备，准备什么呀？这不是镜子吗？不是镜子，我不在里边。你是吸血鬼吗？你是猪。我快进来，这是一面镜子，就是一条死路。我们应该回去。等会儿，怎么了？你看，你瞎什么？这是死路，我
我们养了差别了路，让我回去。我说，这就是走错的地方。我们得赶紧回去，我要回去。活该！前面太别的呢 I want to go back home and take out that lie in a warm bed and endless nightmare. 教授，大教授，王教授，是真的，我是真的。我刚刚可没有信呐，你现在得相信我，不能走。你吓死我！请赶走我！现在怎么？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如果是下载的话，会怎么办？首先，这个东西肯定不是真的；其次，他没有主动攻击我们。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入他们。我姐。看来这一切都是幻觉。听我说，我们现在不用管他们，直接往前走，绝对不会有事。妈妈，冷静。安静。大哥，你有狗啊！看张手啊，我们赢了。现在我们可以进。哼，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幻觉。原来我刚才一直就在幻觉里，那个外国佬一直也没有跟上来，都是我一个人。就是这样，没错。啊 ！I'm here！ 你怎么在下面呢？这里有一个坑，我不小心就掉下来了，快救我！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我刚才不是提前告诉过你了吗？这回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哭，是不是？不过没事儿，我现在
手里头有人质，保管好这个人质。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把他脑袋拧下来，很管用的啊。整点儿。刚才发生的事情，你不许往外说出去，不然我保证你连2天都活不到。哼，行，我懂。哎，不过你是怎么掉到这个裂缝里去的？你刚才不是在我后边吗？我不知道。刚才我一回头，正好和身后的那个东西对视，我的眼睛一黑，我就掉下去了。反正我感觉了一下，这里没有什么劫匪，我们还是赶紧找路出去啊！是啊，这跟劫匪能有什么关系？哼，不过也挺有意思的。我跟着送菜的线索一路，居然找到了这个邪山祖庭，而且这个邪山祖庭还是我自己当你说这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设计的？抓劫匪是你的事情，2天一到，我就……这尸臭味我也闻到了。这边。人质给我。干嘛？安全。你在干嘛？那个大的去哪儿了？有打斗的痕迹，而且还不止一个人。是和什么东西打斗的痕迹呢？看上去像是蛇。蛇？有这么大的蛇吗？你就当真的听吧。原来大的在这儿啊！不止1张船票的钱，这是你的酬金。那就祝你办事顺利吧。谢谢。这个味道这么熟悉。燕收回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有证据，一个也别放过！那个副官，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好，我要登船，能不能帮我加个急？你好，我找一个人，他叫张海楼，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我是他哥，我们走散了。稍等。
哎。抱歉，先生，我们这里没有张海楼这个客人的名字。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张瑞普。我在这里等他，你要是碰到他的话，通知他一声。好的。吃这么好啊？果然是毒。
一定会带你出去的。你最懂这样的滋味吧？再也不能走路了，再也不能去执行任务。我活着就是个累赘，对吧？你不是累赘。你看，你现在遇到麻烦，我都帮不上，只会连累你们。你放下来吧。别胡闹啊！你会死在这儿的。那就死呗。如果变成你们的累赘，我宁可死了。你是我兄弟，你给我活着。让我这么活着，我做不到。